我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票，由于没有直飞，我需要在德国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转机，而我打印的机票单上只写了从美国底特律出发到达保加利亚索菲亚的时间和航班号。就这一点，我被保加利亚的签证官要求现场补充材料。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Sean，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看看我手上是什么，我的保加利亚签证获批了。但是这个过签，说实话，非常的波折。我在大使馆里面险些都被吓尿了。它中间让我补充材料。然后大家为什么看到我手上会有这个信封呢？还有他们给的名片呢？是因为这个我是在领事馆直接办的签证，所以他需要我自己买一个回邮的信封，才可以最后寄回到我家里。而且我在保加利亚大使馆差不多花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从我进去到现在整整过去了1个小时，所以还是很不容易的，非常波折的。大家想了解我都经历了哪些波折，有哪些不容易的地方，以及哪些对各位来说宝贵的经验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揭晓。Let's get into it。首先，我的这个签证是在保加利亚驻美国纽约领事馆申请的。我怎么还跑到美国纽约的领事馆去了？难道你是那儿的 VIP？ 是的，没错，因为申根签的官方签证伙伴 VFS 突然系统崩溃，保加利亚驻纽约的领事官员居然亲自给我打电话。浓重的保加利亚口音一开始让我误以为他是个骗子，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结果领事官员让我更改递签日期。但是我现在给大家处理案子的工作都忙不过来了，确实没有可更换的签证日期啊，而且跑一趟纽约领事馆成本也不少。基于这样的情况，保加利亚领事馆的头居然出面发话了，给你特殊安排，给我强行插队到了周五早上10点，保加利亚领事馆开门的第1个人进行服务。这种遇事不摆官架子，而是去解决问题的态度，确实让人感动。而今天这期视频，除了给大家讲讲故事，分享我办理保加利亚申根签证的一手经验，我也会在此给大家讲清楚关于欧盟和申根等关键概念，在欧盟搞身份的独门总结 tricks， 以及为什么要把保加利亚作为打开欧盟发达国家之门的第一站。申根签证通过率分析和签证申请国选择。不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过办理申根签证的经历，或者也可能听说过不同申根国家的签证通过率各不相同。按照2023年最新数据显示，各申根成员国一共收到了1030万份申根签证申请，其中160万份被拒，拒签率不到16%。而这其中，马耳他、爱沙尼亚和比利时的拒签率是最高的。分别是36.81%、32.96%和26.62%，而通过率最高的3国分别是冰岛、瑞士和拉脱维亚，拒签率分别是2.2%、10.7%和11.7%。为什么马耳他被拒率高，而冰岛却是最低呢？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到底代表着什么 ？OK， 今天这个视频的第1个重点就来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马耳他的签证申请量实在是太大，而马耳他作为申根成员国中面积最小的岛国，访客承载量确实比较小，签证的需求量大，而供给量小，在经济学上就是供小于求，那么自然拒签率高。而冰岛呢，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圈，且远离欧洲大陆，签证申请量极小，而旅游业作为该国的支柱产业，对游客的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大的，供大于求，自然签证的拒签率极低。而我们今天的主角保加利亚，作为今年2025年刚刚加入申根签证大家庭的新玩家，还处于在申根区打品牌的初始阶段，因此申请该国的商务旅行签证材料审核相对容易，通过率高，而且含金量一点不比德国、法国、马耳他、爱沙尼亚等国低。除了能够直接畅行申根区29国，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分享了保加利亚快速移居的超低门槛，以及该国在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硬实力。百闻不如一见，亲自前往当地考察一番，一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如果你有前往保加利亚甚至是欧盟申根区其他国家长期生活居住的计划，今天的视频攻略一定可以有效的帮助到你。
保加利亚 C 类签证考察保加利亚和欧盟的敲门砖。薅住保加利亚和欧洲申根国家的巨大羊毛，我们就从这张签证开始。对于持有中国护照等广大不免签申根国家的申请者而言，这张申根签证允许持有人在申根区内停留最多90天，是不是非常适合你短期内快速摸清欧盟27国、申根区29国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物价生活等等？而从保加利亚这个东南欧国家开始，先解锁这个欧盟之最的成本洼地、价值高地，验证居住、教育、医疗、商业环境是不是你的菜，后续也可以自由穿梭德、法、意、瑞等西欧发达国家，既有点又有面，是不是鱼与熊掌都可兼得？要知道，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起是今年2025年1月1号才刚刚正式完全加入申根区的。但是，保加利亚所颁发的申根签证和德、法、意、瑞等老牌申根国家一样，效用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试想一下，别人都在申根大门国家排队，保加利亚使馆的申请队伍却短到离谱。对比法国签证中心排到地老天荒的盛况，我们不论是从申根官方签证代理 VFS， 还是直接在保加利亚使领馆享受的都是 VIP 通道的待遇，签证效力还和其他申根国家一模一样。持保加利亚签发的 C 签，照样能去巴黎喂鸽子，去瑞士滑雪，去意大利啃披萨，玩转申根区29国，加不重样。为什么说是29国加呢？因为除了申根区本身的29个国家，还有欧洲的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这3个非申根区国家也是接受申根签证入境的。同时还有很多非欧盟和申根区的国家，比如说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北马其顿、科索沃、黑山、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和韩国等等国家，他们都是接受用申根签证入境的。再说说低成本考察的终极意义，在保加利亚，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替未来省钱。我们之前的内容也和大家做了关于保加利亚生活水平的专题分享。首都索菲亚一杯咖啡1欧元，市中心公寓月租300欧，一家3口月生活费600欧，轻松覆盖。拿着申根签过来住3个月，边逛黑海沙滩边看房，边泡温泉边约全球人团队定制您和家人的居留方案。成本比去巴黎喂鸽子直接省1半，这哪是旅游，分明是用奶茶价微体验欧盟长居生活。最狠的是用 C 类签证考察，直接规避闭眼移民的天坑。很多人在网上看几篇攻略就砸钱办身份，落地才发现学区房贵到干颤，医疗排队更是等到心梗。90天的自由行足够让你摸清保加利亚的公立医院拔牙是不是真的几10欧元封顶，国际学校学费是不是真的只要西欧的1/3，创业税收是不是真的欧盟最低，踩坑不存在。这一波低成本试错，可比任何移民中介的 PPT 介绍都要靠谱多了。而且拿下保加利亚 C 签，把保加利亚和整个欧盟申根区按需索取的考察完毕，按时回家。这对于你后续申请长居的 D 类签证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就是记录在案、实打实的欧盟申根区个人诚信记录呀！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立即冲去保加利亚边喝咖啡边看房了？别着急，我们马上直接手把手的教你如何丝滑过签、深度薅羊毛的全流程攻略。从材料准备到入境神操作，保你避开所有的雷区，把保加利亚申根 C 签的价值榨干到一滴不剩。申根 C 类签证，保加利亚入境申请流程全攻略。想用申根 C 签低成本的考察欧盟，材料准备可是第一道生死关。老铁们，先把说走就走的激情藏到心底，咱们得把护照、行程单、流水、保险这么4大金刚好好的打磨，别一上来就直接被秒拒，一点机会都不给签证官呀。我们先来说说基础材料清单：一、护照和照片。护照必须满足有效期覆盖签证期加3个月，且至少留有2个空白页，千万别拿快过期的护照去硬刚。照片也千万不要随便对付。白底3.5×4.5 cm 的尺寸，
头部占比70%到80%。某宝9.9元包邮的那种精修韩式证件照，因为过度 P 图，很有可能被使馆打回重拍的。各位可千万不要在你身上上演这样的血案呀。2、行程单，详细且合理的行程单对签证的申请至关重要。申请过美国 B 类签证的老铁们应该有所了解，如果 Day 1飞去纽约 ，Day 2飞去旧金山这种无厘头的旅行计划，对于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签证官，分秒钟拒签。而在行程单上，我可是也差点儿栽了跟头。比如我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票，由于没有直飞，我需要在德国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转机，而我打印的机票单上只写了从美国底特律出发到达保加利亚索菲亚的时间和航班号。就这一点，我被保加利亚的签证官要求现场补充材料。还好我当时带了手机，立马上订票网站截图我从美国底特律出发，经德国转机到达保加利亚索菲亚的详细转机信息，然后当场 email 发给了签证官，打印出来，顶着赤红的脸，硬着头皮，才算是把险些发生的悲剧给成功化解。但是当时那种感受啊，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